知道名震中外的云南王卢汉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是在什么时候吗？不是在台儿庄与日寇进行血战，也不是跟解放军对垒搞摩擦，而是49年飞往重庆与老蒋的这次会面。你没有带枪吧？拿着，非常时期，不得不防啊！拿着，你来了就好。1949年9月6日，卢汉最终还是架不住中央军的军事压力，选择了妥协。在小蒋的陪同下，两人于当日中午便从昆明飞抵了重庆。作为好友的张群自然亲自迎接，可即便有张群作陪，卢汉的情绪依旧很悲观。在前往市中心的路上，张群再三保证只是简单的述职，卢汉还是数次探向窗外，确认自己的警卫有没有跟来。在下榻张家花园后，更是将警惕拉到最满。他让警卫探查地形，看看有多少兵力把守，最后才小心翼翼地进入房间，观察窗口是否有人在监视。我让你查看地形，你看了？看了。院子里一个警卫都没有，只有一个副官在院子的大树底下乘凉。此时卢汉的过分警惕已经深入骨髓，因为他忘不了国民党的2级上将陈毅先生，不久前刚被老蒋以通敌叛国的罪名逮捕。他认定老蒋也不会轻易放过自己，潜意识里觉得周围全是危险，害怕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暗杀的陷阱。这种过度的警惕是对自身处境的极度不自信，也是对老蒋手段的深深忌惮。也就在这种心理压力之下，于继时的电话打了进来，原来是老蒋急着要召见卢汉。卢汉顾不得休息，便带着警卫马不停蹄赶到了老蒋的陵园。到达陵园后，两人刚一进门，卢汉的警卫便被拦在了门外。警卫携带的公文包也由老蒋安排的人代拿。老蒋的这波操作可谓是直接击碎了卢汉仅存的安全感，被剥夺了身边的保护，失去了对私人物品的掌控，意味着他彻底暴露在老蒋面前，毫无反抗之力。此刻的卢汉恐惧达到了顶峰，连上楼梯都缓慢了几分，更加认定此次会面必定凶多吉少。然而这还只是老蒋玩弄人心的开胃菜。就在卢汉到达会客厅等待之时，老蒋在张群的陪同下从背后悄悄走了进来，并掏出了枪，还质问卢汉是否也带了枪。见其否认后，又将枪交给了他。非常时期，不得不防啊！老蒋的这波操作可以说是人心博弈的天花板了。他先是用枪制造威慑，打垮卢汉的心理防线，再将枪交给他，假意表示信任，实则是恩威并施，让卢汉在恐惧后生出一丝侥幸，拿捏其心理。而卢汉从冒冷汗到发懵，再到稍感安心，完全被老蒋的节奏带着走，可谓是被动又无奈。永恒啊，这次请你来，是为了向美国政府表明，西南这块阵地牢固地掌握在我们手中，让我们的朋友清楚地看到，世界性的反攻事业是大有希望的。拿捏卢汉，击垮他的心理防线，这些都只是老蒋为接下来的杀招做铺垫。就在两人闲聊之际，张群顺势拿出了一份中央日报的报纸样板，上面赫然写着卢汉飞赴重庆，蒋总裁亲自接见的字样。这是想误导国人，让群众知道卢汉还忠于国民党。老蒋此举是要将卢汉彻底绑在自己的战车上，用舆论让卢汉骑虎难下。一旦消息发布，卢汉变成了公开的国民党拥护者，再无退路。卢汉心里清楚这是老蒋的算计，但身不由己，只能被迫接受，无奈与不甘只能埋进心里。只要我们再坚持6个月，美国肯定出兵支援。永恒啊，拿出坚守台儿庄的旗袍，再坚持6个月，不多就半年，第3次世界大战必定爆发。大家对老蒋这个套路是不是很熟悉？从1949年3月份下野开始，他在奉化溪口开会的时候，就对汤恩伯和顾祝同表示，只要再坚守6个月，第3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。汤恩伯几人还信以为真的傻笑。结果到了1949年7月，在广州召开的非常军事委员会上，面对李宗仁的发牢骚，他也对众人说道，只要再坚持6个月，第3次世界大战必定会爆发。现在已经是49年的9月份，面对信心不足的卢汉，他依然用上这张屡试不爽的底牌，还是要再坚持6个月。所以说老蒋早已是穷途末路，只能靠画饼稳定人心。他自己或许都未必相信这套说辞，只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，试图让卢汉为自己守住云南。而卢汉已经看清了国民党失败的结局，深知坚守6个月不过是老蒋的空头支票。总裁，我此次来重庆，就是来向总裁面呈辞呈，请总裁恩准。在这党国危难之秋，卢汉力不从心，实在难不住人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！
老蒋拒绝卢汉的辞呈有2个原因，一个是云南可是西南的后方，更是整个西南防线的生命线，卢汉在此地影响极大。如果卢汉撂挑子不干了，那中央军10几万部队进入云南靠什么吃饭？最重要的是，叫卢汉来重庆就是把他绑上战船的，怎么可能让他轻易下船呢？我一无兵马，二无粮饷，三又缺乏枪支弹药，满说6个月，一旦打响，就是6个小时我也坚持不了啊！卢汉此时哭穷，并非真的撑不下去，而是要反将老蒋一军。老蒋不是要将卢汉绑上战船吗？同样是老狐狸，卢汉将计就计，借着老蒋想留住他的心理，趁机向老蒋索要扩军的军费。这个好办，我给你2个正规军的编制，一个74军，一个93军。你还可以重建184师，由部将改使扩大为1个军。我给你的军需费用是银元100万元，够了吧？那个还可以追加。谢谢总裁，也感谢你。老蒋为了守住西南最后一道防线，只能尽量满足卢汉的要求。他的妥协是迫于现实的无奈。卢汉看似示弱，实则是精准拿捏了老蒋的需求，顺势为自己谋利，名正言顺地实现了扩充军队的理由，为自己后续的选择留了后路。但显然，老蒋的钱也不是这么好拿的。他当即掏出了一本记录了200多个反国民党人士的花名册，交给卢汉，要卢汉回昆明之后，对这些人立刻逮捕。卢汉翻开一看，杨杰的大名赫然登临榜首。卢汉看到花名册前面这些熟悉的名字，瞬间脸色就变了。但既然拿了老蒋的好处，不答应下来，他是没办法交代的。你要尽快启程，有一公务繁忙啊，我要不来送你了。随后，卢汉在张群的陪同下，坐车前往了白市驿机场，准备返回昆明。永恒啊，怎么样？完璧归赵，没说的吧？我的命算是保下来了，可这里边人的脑袋啊，哪路诸侯不动刀？哪位将军不杀人？杀多杀少在于你，这意思不到，那是不行的。此时的卢汉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，一想到又要杀200多人，而且还有多位自己的好友，这让他心情复杂，只能带着沉重的心理负担飞回了昆明。显然，卢汉与老蒋的这场斗法，不管是谋略还是算计，都略逊老蒋一筹。老蒋用100万银元就控制住了卢汉，获得了整个云南，可谓是稳赚不赔。